是 Vivian， 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红豆哦。大家有没有在做红豆汤或是红豆馅的时候，发现有时候做出来红豆蛮好吃的，有时候却很扎口不好吃？其实问题哦不是在你，是在红豆。所有的豆类非常的特别哦。豆类呢越新鲜，水分越饱和，做出来的红豆是越好吃的。但是如果放置的时间越久哦，比如说家庭主妇有点囤货的习惯哦，就不是很好。对于这个豆类或是谷物，其实不是很适合哦。像如果说红豆买回来哦，放置超过3个月，它的水分就开始散失哦。那超过了半年甚至1年哦，我们就称为它老豆。那越老的红豆哦，就算是泡水，或是用双倍甚至3倍的时间来煮这个红豆，虽然煮软了，但是这个皮的部分还是非常扎口哦，不好吃。所以我建议大家哦，这个豆类哦，或者是薏仁哦，千万不要养成囤货的习惯。我们就是要吃的时候再去买新鲜的回来是最好的。如果大家真的不幸家里有一些老豆的部分，就麻烦大家可以运用我这个古早味的红豆沙的这个影音哦，来做这个红豆沙，一样非常的好吃，非常的香哦。但是就可以去除掉这个皮的老的口感哦。我今天的这个配方哦，就麻烦大家买新鲜的红豆来制作。新鲜的红豆呢，在外表上看起来就是颜色比较红，然后呢比较亮哦。那越是老豆，颜色就变得暗沉，甚至光泽度就没有新鲜的红豆看起来好。大家应该明显的可以从影片中看得出来老豆跟新豆的不同哦。今天呢，希望大家呢就尽量买这个新鲜的红豆，所谓新豆来制作，那成功几率就会增加很多。关于红豆吃起来会涩口的问题，其实这是有关于品种，某些品种的红豆的确吃起来会又涩又苦哦。所以呢，如果你不太熟悉的红豆，你买到了，你不确定它是不是会涩口的品种，建议你最好是用这个盖过红豆的水哦，淹过红豆的水，然后呢，我们煮滚以后，大概煮个5分钟哦，把这个涩水倒掉。你可以重复1次或2次的时间哦，把这个涩水重复的煮出来以后，再来煮这个红豆，可能就比较好吃。像有些红豆的品种就完全没有苦涩味，像我现在找到台湾万丹的红豆，品质真的非常的好。只要我买到的是新豆哦，我根本不需要做这个去除涩味的处理，我就直接拿来蒸或是煮哦，非常的好吃。那到底要怎么样运用电子锅、用传统的电锅，或是用铸铁锅来做出好吃的红豆呢？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我们用电子锅来示范1米杯的新鲜红豆，也就是所谓的新豆，把它用清水冲洗干净。基本上，我们用1米杯的红豆兑上3米杯的水做基准，也就是1比3，不需要泡水。如果担心你买的红豆是会苦涩的品种，可以先用淹过红豆的水煮滚5分钟，去除涩水。直接选择煮糙米的模式，按下按键就可以咯。好，那这个电子锅的时间已经到了哦，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大概蒸完呢。就是像这样子哦，整个已经一颗一颗的，感觉上好像是没有什么水分哦。我可以稍微的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呢，它里面略略还是有一点水，但是它就已经像是一个红豆饭了哦。但是你看底层其实是有微微的一点点水分的哦。那其实这样子的红豆其实已经非常软了哦，我随便挑一颗哦，其实蛮烫的。好，其实我们一压。大家看，非常软哦，它已经是很绵的状态了，这样就已经完成了哦。我们在这个里面要加入1米杯，我们刚刚是1米杯的这个红豆哦，我们就直接加入1米杯量的这个我这个是绵冰糖，就是冰糖打碎了哦。那你这个你可以用直接的砂糖就可以，白的红的都可以哦，没有问题。加入1小撮的盐，甚至有人喜欢健康一点，用这个黑糖哦。那如果你不介意的，你就用半匙哦。如果你觉得你希望这个完整度哦，一颗一颗的完整度是很好的时候，请大家用筷子哦，我们就用筷子稍微的拌，让它吸收。好，我们就用筷子稍微的一下
这个糖哦就吸进去了。那当拌入糖了以后，你会觉得它感觉起来好像变稀了。只要等它放凉之后，再放到冰箱冷藏室，大概放个半天一天哦，你就会发现整个里面就是这个没有水分的酱料料了哦。好，那这个就是用电子锅制成的方式。如果是使用铸铁锅的朋友哦，其实水分也是一样哦。我们用1米杯的红豆用到3米杯左右的水哦。当然，如果你用到2.5杯也可以啦。但是我建议，因为铸铁锅的水分稍微在过程中比较容易在初期滚的阶段可能会丧失一点哦，所以我建议大家也还是用到3米杯左右哦。我自己是习惯用到3杯哦。这个大火煮滚，等到红豆滚了以后，我们再关到小火直接慢炖。好，那大概慢炖的时间大概是1个小时又15分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红豆整个煮到像红豆饭像蒸的这个方式了。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看。那这个用铸铁锅的已经好了我们可以看一下。1米杯的红豆加上3米杯的水，最后出来的看起来也是这样子干干的。大家不要看其实这个红豆一样非常软绵哦。抓一个给大家看好了，也是一样，轻轻的一捏就化掉了非常非常的绵。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是因为新豆加上1倍的就是1比1的糖的量这个就是1米杯的糖。当然，如果你要少一点的没问题但是因为我现在做的是馅料然后呢甚至你加一点这个水再稍微煮一下就变成红豆汤了，非常简单。如果你希望这个红豆颗粒是完整的，我们就用筷子来拌那如果不介意的朋友，当然你用饭匙拌一拌汤匙拌一拌就可以了一下这个糖就化掉了，再静置一下它会吸水更高这是非常这个软绵的红豆馅料了进去以后大家会发现会变得比较水状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砂糖里面本来就含有一些水分但是我们稍微让它再静置一下很好吃好，那这个是属于甜的馅料，当然大家如果要减低它的糖量变成1半的糖也没有问题这个是1比3。我们用铸铁锅做出来的，防止胀气或减低腻口感的朋友要加1小撮的盐最后一种方法我示范的就是用一般传统的电锅如果你不想用铸铁锅也没有电子锅的话，你就用电锅来煮。那电锅的方法呢，这里有2米杯一样洗好的红豆，不用泡我们直接清洗好。我再次的强调是新鲜的红豆就所谓的新豆，我们不要用旧豆电锅里面呢，我们就放入2米杯的水蒸2次第一次就是2米杯，这个红豆直接再放入最后我们要在红豆当中加入6米杯的水。交给电锅我们就按下去启动键，让它把这2米杯的水给蒸完这个2米杯的水已经蒸完咯，它已经跳起来了。那我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红豆的状态好，大家可以看到红豆看起来一颗一颗的，但其实这时候还没有好还是有点半硬的。我们这时候再把这个2米杯的水一样再倒到外锅当中，再蒸一次大概就 OK 咯。内锅就不用放水了我们继续蒸好，我们再启动它等一下跳起来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个第2次的电锅又跳起来了好，我们看一看，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这个红豆看起来都是干干的状态，但其实是已经非常软了我随便拿一个起来看，一摸就是粉的状态了我们是2米杯的红豆，所以我们兑上2米杯的我用的是绵冰糖就是冰糖打碎了，你可以用一般的砂糖，甚至也可以用这个黑糖都可以，就用筷子类的，因为如果你希望保持颗粒的你就用筷子稍微的很快就会融化，因为它是热的那等一下会出一点水也是正常的没有关系，但非常的好吃非常绵软。馅料都完成了，我们就用密封保鲜盒，我已经放到冰箱冷藏室。我让大家看一下这
有一点点的不同哦，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状态。其实水分呢都会被吸收，大家可以看到边边有稍微微湿哦，这个馅料是稍微比较湿润的哦。我建议大家就记得，比例就用1:3啊，就是1米杯的红豆对上3米杯的水的分量做出来的馅料。如果大家做出来的红豆馅料稍微比较湿润哦，甚至有时候蒸出来可能更湿的话，你希望馅料稍微干爽一点，就稍微用干锅哦，什么都不用加哦，直接拌炒这馅料，让它水收干就可以了。如果说要吃红豆汤的，就更简单了。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之前分享的焦糖液哦，或是古早味的这个糖水的做法，把糖炒一下以后做出来的糖水，或是用这个焦糖液兑水之后出来的糖水哦，然后我们再兑上这个红豆，就可以是一碗很好吃的古早味的红豆汤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示范的蜜红豆红豆馅红豆汤的制作方式。梦幻厨房在我家，跟着影音学做菜，梦幻厨房也可以在你家哦。如果喜欢这方面的影音分享，欢迎订阅我的频道。